当地时间周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访问印度，并在当晚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此次日印会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对乌克兰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表达严重关切，但其中并未点名俄罗斯。岸田文雄还宣布，日本未来5年将对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当地时间周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应邀访问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印度日本年度峰会。岸田文雄此次出访印度，创下多个第一次。此次访问既是印度今年首次迎来外国政府首脑的访问，也是岸田文雄自去年10月4号正式就任日本首相以来第一次双边访问。上一次印日年度峰会在线下举行，已是3年半之前。据悉，此次会谈主题包括日印协议举行2+2外长和防长级会谈，推进安全合作，讨论今年6月底将在日本举行的4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自由开放的印太合作、俄乌局势以及共同应对中国等。岸田文雄此时访问印度，当然了，他第一个角色就是要充当说客，也就要游说印度，在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个冲突的问题上能够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站在西方国家的这一个角度来谴责俄罗斯或者制裁俄罗斯。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呢？是强化两国之间的经贸以及安保上的这种关系。今年是日印建交70周年，双方表示要借此时机深化关系。会谈后，岸田文雄宣布，日本计划今后5年内将会对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约合2668亿人民币，超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4年宣布的5年融资3.5万亿日元的金额。岸田文雄强调将支援印度强化产业竞争力。两国首脑还就日本向印度提供3000亿日元，约合16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以及在能源等领域进行合作达成一致。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个经贸上的合作，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往前推。对日本来说呢，意愿是更加的强烈，他是想趁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在印度的市场上开疆拓土，来侵蚀占领中国的这些在印度的这个市场份额。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引发欧美严厉制裁，但同为4边机制成员国的印度却不愿站队谴责俄罗斯，还在联合国3度投出弃权票。日媒指出，岸田这次访问印度的任务之一是说服莫迪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立场。日本广播协会称，鉴于印度对制裁俄罗斯持谨慎态度，岸田文雄出发前曾表示，此访是为了强调国际社会的团结，以及双方今后在各种议题上的合作。岸田文雄与莫迪的会谈持续约2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乌克兰局势。岸田要求莫迪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以维持国际秩序。日印首脑一致认为，在任何地区都不允许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确认尊重国际法、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要求俄乌立即停火，通过外交化解冲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印首脑共同声明中未能写入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内容。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莫迪没有直接提及乌克兰，但表示相关地缘政治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禾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印度不批评俄罗斯，一是做不得，因为印度和俄罗斯有传统友好关系，很难在西方制裁俄罗斯时对其落井下石。此外，印度也不能做，因为印度与俄罗斯在外交上相互支持，在军事上合作深入。印度的这个军事装备有大约60%到70%来自于俄罗斯。所以在印度的军品、武器装备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他如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等于自废武功。